你好，欢迎来到陪你读书。今天我们要解读的书是《逻辑的力量》。一般我们都觉得逻辑嘛，就是找到真理的完美工具，对吧？不会出错的。一般来说是，但有时候逻辑好像会，自己把自己绕进去，就是他推出的结论感觉完全不对劲的时候，对，那就是悖论的世界了。没错，就是那些你觉得每一步都挺对的，但最后结果就自相矛盾了。我们来看看书里提到的几个，挺有名的悖论。对，了解这些为什么对你有用呢？其实理解了逻辑的边界，反而能让我们更聪明的用它。是这个道理。咱们就去开始吧。可以从那个最经典的开始，那个说谎者悖论。对，这句话是假的，这个真是太绕了。对，就是说，如果这句话是真的，那他说的内容觉得是真的，也就是这句话是假的。但如果它是假的呢？那他说的内容就是假的，意思是这句话不是假的，那它又变成真的了，完全卡死了，自己说自己。就是自我指涉。书里也提了，小孩子都觉得这个好玩，它正好说明，当语言或者说一个系统开始描述它自身的时候，简单的真假逻辑就可能不够用了，需要对语言的范围什么的规定的特别清楚才行。没错，得非常精确。那另一个也很挑战我们常识的，就是芝诺悖论了。阿喀琉氏和乌龟那个芝诺那个，他论证说，只要乌龟先跑一小步，那个飞毛腿阿喀琉氏就永远追不上他。对，因为每次阿喀琉氏跑到乌龟刚刚在的那个点，乌龟肯定又往前挪了那么一点点。对，总有那么一小段距离。这一步步分解看，好像是没毛病啊。对，逻辑上好像是，但是谁都知道阿喀琉氏肯定能追上，而且快得很。没错儿，所以书里解释说，这个悖论其实不是真的在讨论赛跑，它是在挑战我们对运动和无限的理解，就是你怎么能把无限多个越来越小的步子加起来呢？是呀，这个问题可不简单，好像困扰了大家好几个世纪呢。直到后来，微积分发展起来了。微积分，用微积分才能给我们的直觉提供一个严谨的逻辑上的解释，就是说无限个越来越小的量加起来的总和其实可以是有限的。原来如此，这说明我们对无限的直觉有时候不太靠谱。原始直觉可能是会骗人的。那这就自然带到书里提到的一个更深的问题了，哥德尔。对，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，这个就更深刻了。它基本上证明了，就是说，任何一个逻辑系统，只要它足够复杂，能处理基本的算术就行。对，那这个系统里面就总是会存在一些命题，它们是真的，但在这个系统内部，你没法证明它们是真的。没错，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限制。像刚才说的那个说谎者悖论，其实已经有点那个意思了。哥德尔是把它用数学严格的证明了，而且是普遍适用的。就好像逻辑天生就有盲点一样，可以这么理解。他的意思是，逻辑这个工具虽然很强大，但它捕捉不到所有的真理，即使在数学内部也是这样，总是会有些东西超出他自己的证明能力范围。对，而且很多时候还是因为那个麻烦的自我指涉问题，系统很难完全描述或者证明关于它自身的所有事情。所以你看，这些悖论，它们不只是好玩的脑筋急转弯，不仅仅是，它们更像是在提醒我们，逻辑是有边界的。有时候你完全按规则来，反而会进入死循环，或者得到跟现实明显矛盾的结果。对，理解这些边界或者说局限性非常重要。它告诉我们，逻辑是个工具，但不是万能的。就像锤子不能当螺丝刀用。就是这个意思。要知道它在什么时候适用，怎么适用，特别是在处理像无限自我指涉这种比较棘手的概念时，就得格外小心。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可能就是说，光靠纯粹的逻辑推演，不一定能解决我们遇到的所有复杂情况，对吧？对，有时候可能还需要直觉、经验，甚至是承认某些内在的矛盾可能就是存在的。也是理解世界的一部分。是的，所以根据你分享的这些材料，最后可以留给你一个想法。你想想看，如果连形式逻辑、数学这种看起来最严谨的系统都有它内在的局限，有它无法证明的真理，那么对于我们人类事物、价值观、信念这些远为复杂和模糊的领域，纯粹的逻辑论证，它的局限性又在哪里呢？
哇，这个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。